未婚夫嫌我丑，当众退婚。我转身嫁给他的总裁小叔。订婚宴当天敬酒时，他看清我的脸，后悔疯了。今天是我和顾延琛的订婚宴。顾家老宅的宴会厅金碧辉煌，水晶灯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透亮。我穿着继母赵雅芝好心给我准备的白色礼服，站在人群中央，脸上的粉底厚得几乎透不过气，那些粉底下面是我藏了20年的秘密。宾客们端着香槟，三五成群地谈笑，但他们的目光总会若有若无地飘向我，然后迅速移开，嘴角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轻蔑。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顾家小少爷顾延琛怎么会娶一个丑女？果然，顾延琛没有让我等太久。他来了，但他不是一个人。他牵着林婉的手，穿过人群，直直走到我面前。林婉穿着一身香槟色长裙，妆容精致，小鸟依人地靠在他身边，眼里是藏不住的得意。宴会厅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向我们。顾延琛松开林婉，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扬手甩在我脸上。苏念，这是退婚书。纸张轻飘飘地落在我脚边，像一片雪，冷得刺骨。他站在我面前，下巴微抬，目光里全是嫌恶。苏念，我也不想做得这么绝，但你看看你自己，长成这副鬼样子，哪一点配得上我顾延琛？今天是订婚宴，我不想让全城人看我笑话，所以婚约取消。他说完，转身揽住林婉的腰，对满堂宾客朗声道：各位，今天不是什么订婚宴，就当我请大家吃顿饭，顺便宣布一件事，我顾延琛要娶的人是林婉，林家的大小姐。至于苏念……他顿了顿，回头看我一眼，嘴角勾着一抹残忍的笑。苏念，你可以继续留在顾家，做个端茶倒水的佣人，毕竟你也没别的地方可去。他话音刚落，宴会厅里响起一阵哄笑，有人窃窃私语，这苏念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。就是顾延琛能跟他订婚就不错了，他还敢出现在这种场合。那张脸，我要是他早跳楼了。我站在原地，手指慢慢收拢，指甲陷进掌心，一下一下，心口像被人生生撕开一道口子，冷风呼呼的往里灌。我该哭的，可不知为什么，眼眶里一片干涩。或许是因为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3年了，顾延琛从没正眼看过我，每次见面，他的眼神都像在看什么恶心的东西。我一次次容忍，是因为顾家当年对我母亲有恩。母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：念儿，顾家是个好归宿，你要嫁进顾家，妈才能安心。为了这句话，我咬牙撑了3年。可现在，他当众把婚书甩在我脸上，带着另一个女人耀武扬威。我不该再忍了。我缓缓弯下腰，捡起那张退婚书，一点一点撕碎。碎纸从指缝间飘落，像一场无声的雪。顾延琛，我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异常清晰。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平静。但很快，他又笑起来，带着几分玩味。怎么，苏念，你该不会还想纠缠我吧？我劝你死了这条心，我顾延琛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就你这种。延琛，一道低沉的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，像一盆冷水，瞬间浇灭了满室的嘈杂。
所有人都转头看去。顾北辰，顾家的掌权人，顾延琛的小叔。他站在宴会厅门口，一身深色高定西装，没有打领带，领口微微敞开，肩宽腿长，五官深邃硬朗，整个人像一柄出鞘的刀，锋芒逼人。他才30岁，却已经是顾氏帝国的绝对掌权者。顾延琛在他面前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他缓步走过来，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。顾延琛脸色微变，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。小叔，您怎么来了？顾北辰没有看他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停了2秒。那2秒里，我仿佛被一束光从头到脚扫过，他的眼睛很冷，却有一种让人安定的力量。然后他转过头，看向顾延琛，声音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谁给你的权利私自退婚？顾延琛脸色一白，小叔，顾家的婚约还轮不到你做主。顾北辰打断他，语气平静的可怕，这婚你不结可以，但退婚的人不该是你。他说着，重新看向我。这次他朝我伸出手，那双手修长干净，骨节分明。苏念，他的声音依旧低沉，却多了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温度。嫁给我。全场死寂。我愣住，顾延琛更是像被雷劈了一样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小叔，你疯了？她是我不要的女人，她长成那样。闭嘴！顾北辰连一个眼神都懒得分给他，只是看着我，等着我的回答。我的心跳得很快，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我看着面前这个男人，他是顾北辰，云城最有权势的男人，顾家的天，顾氏帝国的主宰。他比我大8岁，是顾延琛的长辈，按理说我该叫他一声小叔。可此刻他向我求婚，而我忽然笑了。我伸出手，缓缓放进他的掌心。好，我说，我嫁给你。顾北辰的掌心很热，他握住我的手，微微用力，将我往他身边带了一步。宴会厅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，然后像炸开锅一样，议论声轰然而起。天哪，顾北辰要娶苏念，这怎么可能？她不是延琛的未婚妻吗？怎么转头就嫁给小叔了？这也太荒唐了。顾延琛的脸从白转红，又从红转青，最后几乎狰狞起来。他上前一步，声音都有些变调。小叔，你不能这么做，她是我不要的破鞋，你娶她，顾家会被人笑死的。林婉也适时开口，声音柔柔弱弱，顾先生，您是不是被苏念骗了？她不适合您的。顾北辰终于转过头看向林婉，他的眼神很淡，淡得让林婉的笑容僵在脸上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他问。林婉脸色骤变。顾延琛护住林婉，小叔，你。顾延琛，顾北辰打断他，从今天起，你在顾氏的所有职务全部解除。你卡上那些钱，3天内转走，以后每个月领基本生活费，还有，把你那个林家给我看清楚了。顾延琛如遭雷击，小叔，你为了一个丑女这么对我？顾北辰没有回答，他脱下西装外套披在我肩上，西装还带着他的体温，将我整个人罩住。我微微仰起头，看见他线条分明的下颌。冷，
他问。我摇头。他点点头，牵着我转身往外走。经过顾延琛身边时，他停了一下。顾家的孙媳妇从今天起是苏念，谁再敢对她不敬，就是对我顾北辰不敬。他说完，带着我离开。身后顾延琛的嘶吼声被门板隔绝。坐上顾北辰的车，我整个人还是懵的。车窗外的霓虹灯飞快后退，像一条条流动的彩带。我坐在副驾驶上，身上还披着他的外套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裙摆。为什么？我轻声问。顾北辰开着车，没有转头，声音平静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娶我？我看着他侧脸，你明知道我是顾延琛不要的女人，全城都知道我丑，你为什么？他忽然踩了刹车，车停在路边，他侧过身看着我。车厢里很安静，只有空调口送出细微的风声。苏念，他叫我名字，声音很沉。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吗？我心跳漏了一拍。他知道？不可能。我藏了这么多年，连苏家人都不知道。他忽然伸手，拇指轻轻擦过我的脸颊，他的指尖很热，带着一点粗粝的触感。你脸上这些红斑是毒。他盯着我的眼睛，有人下毒害你，你一直用药压着，对吗？我瞳孔猛缩，他果然知道。你怎么？我会查。他打断我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顾北辰的妻子，你的仇我替你报，你的毒我替你解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。他凑近了些，呼吸喷在我耳侧，带着淡淡的雪松香。好好做我的顾太太。我的眼眶忽然有些发酸。这些年，我习惯了伪装，习惯了隐忍，习惯了没人帮我。可这个男人一开口就要替我遮风挡雨。我别过脸，不让他看见我眼底的泪光。顾北辰，你会后悔的。我这张脸现在真的很丑。他低笑了一声，那声音像大提琴的尾音，震得我心口发麻。我顾北辰从不会为做过的事后悔，他说，更何况你本来就是我的。我猛地转头看他，他什么意思？但他已经重新坐好，发动了车。先回家，明天我们去领证。顾北辰的家在城北，一座独栋别墅，闹中取静。他亲自给我安排了房间，不是客房，是主卧。你睡这里？他把我带进房间，打开衣柜，里面已经挂满了崭新的女装，从睡衣到正装，按颜色和季节分门别类，整整齐齐。我愣住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他站在我身后，双臂环胸，今天下午。你早就料到今天的事。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浅蓝色的棉质睡裙，塞进我手里。去洗澡，浴室里的护肤品是专门给你准备的，没有刺激成分。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睡裙，指尖微微发颤。这个男人是不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已经关注我很久了？我走进浴室，关上门，镜子里映出一张可怕的脸，满脸暗红色的斑块，从额头延伸到下巴，像一张被火烧过的地图。这是继母赵雅之下的毒，从我10岁那年就开始了。毒素慢慢侵蚀皮肤，让我变成了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丑八怪。我用了10年才找到压制毒素的方法，但无法根除。顾北辰说他会替我解。
我打开水龙头，热水漫过全身。浴室门外，顾北辰的声音传来：“你的药，我让人去配了，以后不用再涂那些劣质粉底。”我闭上眼睛，把脸埋进热水里，眼泪混着水流，无声无息。第二天，顾北辰带我去民政局。我穿了件白色衬衫，化了淡妆，那些红斑被我用遮瑕膏小心盖住，但近看还是能看出痕迹。顾北辰全程牵着我，他签字的动作干净利落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大姐，看了我好几眼，又看了看顾北辰，欲言又止。顾北辰把结婚证递给他盖章，语气平淡：“有问题？”大姐连忙摇头，盖了章。从民政局出来，阳光刺眼。我站在台阶上，低头看着手里的红本本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顾北辰站在我身边，影子刚好挡住我头顶的阳光。顾太太，他叫我。我抬头，他伸手把我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。从今天起，你是顾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，谁再敢欺负你，你可以直接打回去。我笑了一下，打不过怎么办？他挑眉，有我在，你打不过的，我帮你打。我的心跳又乱了，这男人怎么越来越会了？我和顾北辰领证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城。顾家炸了锅，顾家老太太，也就是顾北辰的母亲，气得当场摔了杯子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老太太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拄着拐杖，重重地敲在地板上。你娶谁不好，非要娶顾延琛不要的那个丑丫头，你让顾家的脸往哪儿搁？顾延琛站在一旁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想说话又不敢说。顾北辰站在客厅中央，神色淡淡：“妈，苏念是我看中的人，这婚已经结了，您认不认？她都是我妻子。”你，老太太指着他，手指发抖，你是不是非要气死我？顾北辰没说话。这时，我端着一杯茶从门外走进来。我走到老太太面前，恭恭敬敬地弯腰：“奶奶，请喝茶。”老太太愣了一下，她上下打量我，眼神里的嫌弃毫不掩饰：“谁是你奶奶？别乱叫，我顾家没有你这样的孙媳妇。”我直起身，看着她的眼睛，不卑不亢：“奶奶，我知道您不喜欢我，但我和顾北辰已经领了证，我会做好顾家的媳妇，也不会给顾家丢脸。”不会给顾家丢脸？老太太冷笑：“就凭你这张脸，站在北辰身边就是最大的丢脸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承认你的，你最好自己识相，早点离开北辰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反驳。顾北辰却冷了脸，他拉过我的手，把我护在身后：“妈，苏念是我的妻子，也是顾家的女主人，您今天不认她可以，但请别后悔。”说完，他拉着我转身就走。身后老太太的骂声和顾延琛的怒斥混杂在一起，像一场闹剧。回到顾北辰的别墅，我有些疲惫地靠在沙发上。他给我倒了杯温水，坐在我身边，声音温柔：“委屈了。”我摇头，以前在苏家，比这难听10倍的话我都听过，你妈说的话伤不到我。他眸色微沉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：“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”我抬头看他：“顾北辰，你以前是不是认识我？”他沉默了一下：“10年前，云城医院，
你救过一个车祸重伤的小男孩，用你自己配的药膏。那个小男孩姓顾。我愣住。10年前，我想起来了。10年前，我才12岁，跟着一个老中医学医。有一天在医院后巷，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小男孩躺在地上，我把他拖到附近的废弃仓库，用草药给他止血，救了他一命。那个小男孩醒来后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死死抓着我的衣角。后来我走了，再没见过他。你是？我睁大眼睛。他伸手把我搂进怀里。是我，苏念，从那天起，我就在找你。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啪嗒啪嗒掉下来。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会记住你10年。我和顾北辰的婚宴定在领证后的第5天。顾北辰说要让全城人都知道，他顾北辰娶了苏念。婚宴的前一晚，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，看着脸上那些红斑，心跳得厉害。我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。我打开药箱，从最底层拿出一个密封的瓷瓶，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血肌玉容膏。3年前，我就已经找到了彻底清除毒素的方法，只需要连续用药3个月，就能让皮肤恢复如初。我等了3年，不是我不想变美，而是我知道，一旦变回原来的样子，有些人会坐不住。比如赵雅芝，比如苏菲，他们当年下毒害我，如果发现我好了，一定会再次下手。所以我选择继续伪装，等待反击的时机。而现在，时机到了。我打开瓷瓶，把药膏一点一点涂在脸上，红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淡，消失。10分钟后，镜子里出现了一张完全不同的脸，肤白如雪，眉眼如画。我对着镜子轻轻勾起嘴角。明天，我要让所有看清我的人都记住这张脸。顾家的婚宴设在云顶国际酒店最大的宴会厅，豪华盛大，宾客如云。我穿着顾北辰亲自挑选的婚纱，坐在化妆间里，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又熟悉的自己。婚纱是抹胸设计，裙摆缀满碎钻，像把整片星河穿在了身上。我的脸完美无瑕，再也不用遮盖任何东西。化妆师站在我身后，惊叹的说不出话。顾太太，你也太美了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门外，司仪的声音传来，婚礼即将开始，请新娘做好准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站起来。推开门的一瞬间，光铺天盖地地涌来。我挽着顾北辰的手，一步一步走进宴会厅。全场静默，然后倒吸气声此起彼伏。我听见有人在低声惊呼：“那是苏念，不可能吧？她不是个丑八怪吗？天哪，她怎么突然变这么美了？是不是去整容了？这也太漂亮了，比林婉好看100倍。”我目不斜视，只看着前方。顾北辰侧过头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紧张吗？”我摇头，有你在，不紧张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更紧了些。仪式很顺利。交换戒指的时候，他的眼神温柔的像一汪深潭，让我几乎沉溺。苏念，他低声说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。我踮起脚，在他唇上轻轻一吻，你也是我的。掌声如雷。仪式结束后是敬酒环节，我和顾北辰一桌一桌地敬过去。顾北辰替我挡了大部分酒，但我的脸颊还是微微泛红，
衬得整个人愈发娇艳。走到顾家本家那一桌时，我感觉到一道灼热的目光，几乎要把我烧穿。是顾延琛，他坐在那里，手里握着酒杯，指节泛白，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像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。我笑着举起酒杯，延琛，来，嫂子敬你一杯。他猛地站起来，酒杯从手里滑落，趴地摔在地上，碎成无数片。他却像没听见一样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声音都在发抖。你是苏念？我歪了歪头，笑容明媚，不然呢？延琛该不会连自己的前未婚妻都认不出来了吧？他脸色煞白，喉结上下滚动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你明明……他嘴唇哆嗦着，眼里全是不可置信和疯狂的后怕。你明明那么丑，你怎么会？他忽然冲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苏念，你以前是不是在骗我？你根本就没有毁容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他的力气很大，抓得我手腕生疼。顾北辰眸色一沉，伸手扣住顾延琛的手腕，反手一拧。顾延琛吃痛，被迫松开我。顾延琛，顾北辰的声音冷得像淬了冰，你再碰他一下，我废了你。顾延琛却像疯了一样，红着眼睛嘶吼，小叔，他骗了我，他明明这么美，为什么要装丑？如果我知道他是长这样，我怎么可能退婚？小叔，你把他还给我。还给你。顾北辰冷笑，将我揽进怀里。顾延琛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苏念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你的长辈，你再敢放肆，顾家的家法，你清楚。顾延琛浑身一震，他看着我，眼眶泛红，声音里竟然带了哭腔。苏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什么都给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快意。这3年，他对我的每一次羞辱，每一次冷眼，每一次嫌恶，都像刻在骨头上的伤。今天，他终于看清了。可惜，晚了。我挽住顾北辰的胳膊，笑容温婉。延琛，你喝多了。今天是你小叔和我的婚宴，你该说恭喜。顾延琛站在原地，像一尊破碎的雕像。我转身跟着顾北辰走向下一桌，身后传来顾延琛压抑的嘶吼和酒杯摔碎的声音。我没有回头。顾北辰捏了捏我的手，低声说：解气吗？我笑了一下，还行，他以前骂我丑八怪，骂了整整3年。以后让他天天看你。顾北辰说，我会让他留在顾氏，每天叫你大嫂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你真坏。他凑到我耳边，温热的气息拂过耳廓，只对你一个人好。我心跳如鼓，脸更烫了。敬完酒，我去了趟洗手间，出来的时候撞上了林婉。他站在走廊里，妆容有些花了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看到我，他眼里闪过一丝阴毒，但很快换上了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苏念，他叫住我，你赢了。我停下脚步，林婉，我从来没想跟你比。他走近2步，压低声音，你别得意，顾北辰能看上你，不过是图一时新鲜，你这种货色，就算脸好了，骨子里还是个下贱的野丫头，他很快就会厌倦你。我笑了，笑得明媚又张扬。林婉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着他，
一字一句地说，以前我丑，你们所有人都踩我，现在我好看了，你们又怕了。你们这些人翻来覆去就这点本事，顾北辰会不会厌倦我，你管不着，但顾延琛他已经不要你了。林婉脸色骤变，你胡说。我没胡说，我耸耸肩，刚才敬酒的时候，他一直盯着我看，你猜他心里想的是谁？你觉得他还会娶你吗？林婉浑身发抖，扬起手就要打我，我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反手就是一巴掌，啪的一声，清脆响亮。林婉被打得偏过头去，半边脸迅速红肿起来。这一巴掌是还你3年前在顾家老宅故意推我下楼梯的。我甩了甩手，语气平静，林婉，以前我不跟你计较，是因为我懒得理，但现在你最好离我远点，否则你欠我的，我统统拿回来。我说完，转身离开。身后，林婉捂着脸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。忙碌了一天，回到顾北辰的别墅时，已经是深夜。我累得只想瘫在床上。顾北辰却精神很好，他把我从床上捞起来，抵在墙上，声音低哑，苏念，今天你太美了。我困得睁不开眼，顾北辰，你别闹，我困死了。他低笑，低头亲了亲我的唇角，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我迷迷糊糊的嗯了一声，靠近他怀里。半梦半醒间，我听见他说，苏念，从今以后，你所有的委屈，我都替你讨回来。我弯起嘴角，沉沉睡去。窗外，城市的灯火明明灭灭，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醒来时，阳光已经铺满了整个房间。我翻了个身，发现身边空了。顾北辰不在，但被窝里还残留着他的温度。我伸手摸了摸，微微发烫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字条，笔锋遒劲。我去公司，厨房有早餐，醒了给我打电话。我弯起嘴角，把字条收进床头柜最上面的抽屉。这男人明明可以发微信，非要手写字条，闷骚。我起床洗漱，走进厨房。保温箱里放着粥、小菜，几样精致的点心，每一样都是我爱吃的。我端出来，慢慢吃着，脑子里却已经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计划。我现在是顾北辰的妻子了，但这个身份在某些人眼里，不但不是护身符，反而是一根刺。首当其冲的就是顾家老太太。老太太不喜欢我，这在我意料之中。顾北辰再强势，也不能真的跟母亲翻脸，所以我在顾家站稳脚跟的第一步就是拿下老太太。而要拿下老太太，最好的办法是让她知道我的底牌，但不是全部，只是刚好看清我的价值。正想着，手机响了，顾北辰的来电。我接起来，声音带着刚起床的懒散。喂。醒了。他的声音低沉温润，像一壶刚泡好的茶。在吃早餐。下午有安排吗？他问。我夹起一个虾饺，含糊不清，怎么，顾总有什么指示？电话那头传来一声低笑，下午陪我去趟顾家老宅，老太太想见你。我筷子一顿，这么快就来了？好，我说，我准备。不用准备。他声音里带着点漫不经心的霸气，你是顾太太，哪里都去的。我笑了一下，你就不怕我被你妈生吞活剥了？
他不敢。顾北辰声音微冷，有我在。我心头一暖，这男人总能一句话就把人护得严严实实。下午，顾北辰回来接我。我穿了件浅紫色的针织连衣裙，脸上只上了薄薄一层底妆，如今皮肤恢复，随便怎么穿都好看得惊人。顾北辰看到我时，目光在我身上停了2秒，然后走过来，很自然地揽住我的腰。很好看，他低声说。我推了他一下，顾总，别太粘人。他挑眉，合法夫妻哪里粘了？我脸一红，不跟他争。到了顾家老宅，气氛明显比上次更凝重了。老太太坐在正厅主位上，身边站着顾延琛。看到我进来，顾延琛猛地抬起头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里面的情绪复杂的让我想笑。有惊艳，有悔恨，有贪婪，还有一丝不甘。奶奶，顾北辰牵着我的手，不卑不亢地叫了一声。老太太哼了一声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刀子似的。北辰，你来得正好。老太太端起茶盏吹了吹，我正有事跟你说，城东那块地，我准备给延琛打理，你最近事情多，也该让侄子替你分担分担。顾北辰神色淡淡，城东那块地是顾氏集团的核心项目，延琛没经验，担不起。没经验可以学。老太太声音拔高，拐杖往地上重重一戳。北辰，延琛才是顾家的长孙，你作为小叔，该帮衬的时候要帮衬。你现在结了婚，心思难免分散，不如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自家人。我站在旁边，听出了门道。老太太这是借着我的由头，想给顾延琛争权。顾北辰还没说话，顾延琛忽然开口了。他看着老太太，表情诚恳，奶奶，城东的项目我不合适，小叔说的对，我确实经验不足，我想跟着小叔多学学，从基层做起也行。老太太愣住，她显然没想到顾延琛会唱反调，脸色更加难看。延琛，你……顾延琛没看他，而是转向我，露出一个自以为迷人的笑容。大嫂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会努力改，希望大嫂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在小叔身边学习。他嘴里叫大嫂，眼神却一点也不像在看嫂子，那目光灼热的几乎要把我烧穿。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顾北辰把我往他身边带了带，语气很淡，延琛有心学是好事，我会安排，至于城东的地，我有自己的打算，妈，这事你不用操心。老太太气得脸都白了，重重拍了下桌子。顾北辰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顾北辰没回话，只看着我，累了，我们回去。我点点头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顾延琛，他仍然站在那里，目光追随着我，像一头盯着猎物的饿狼。我心里冷笑，顾延琛，你果然还是那个自大又愚蠢的少爷。果然，顾延琛开始纠缠我。一开始，他只是频繁出现在顾家老宅和顾氏集团附近，我去顾北辰办公室送个汤，都能在楼下大厅撞见他。大嫂，他手里捧着一束白玫瑰，笑得殷勤，这么巧，这花送你。我瞥了一眼，延琛，你该不会忘了，我是你小叔的妻子吧？你送花给我，不合适。他笑容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，大嫂误会了，这是谢谢你那3年对我的照顾，没别的意思。我照顾你什么了？
我似笑非笑，那3年，你不是一直嫌我丑吗？我端着茶，你怕我碰脏你的杯子，我站在你旁边，你嫌我碍眼，现在怎么突然记起我的好了？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我转身就走，他却追上来，一把拉住我的胳膊。苏念，他压低声音，语气急促，我知道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我瞎了眼，没看出你的好，可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跟小叔结婚，不就是报复我吗？现在你报复够了，回来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神色冷下来，顾延琛，你配吗？他愣住，以前我丑，你嫌我，现在我好看了，你又想要我，你当我苏念是什么？一件可以随便丢弃再捡回来的衣服。我一字一句地说，顾延琛，我嫁给小叔，不是报复你，因为你不值得，我只是找到了真正珍惜我的人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他的脸涨得通红，眼中渐渐涌上一股疯狂。苏念，你会后悔的。他咬牙，我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，你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妻，他顾北辰凭什么横刀夺爱？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可笑。顾延琛，你当众退婚，把退婚书甩在我脸上，拉着林婉的手，说我是你甩掉的女人，现在又来纠缠，你哪来的脸？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。我转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身后，顾延琛站在原地，手里的白玫瑰洒落一地。他握紧拳头，眼底翻涌着不甘和疯狂。苏念，我不会放手的。第二天，顾氏集团召开高管会议，顾北辰让我以特别顾问的身份参会，我不想去。我去干什么？你们集团的事我又不懂。我赖在沙发上不想动。顾北辰把一杯温热的红枣茶塞进我手里，语气不容置疑，你是我妻子，顾氏的事你有权参与，而且今天有人要跳出来作死，你不想看戏？我眼睛一亮，有戏看？去！我立刻站起来。他看着我，摇头失笑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爱凑热闹？我套上外套，拉着他出门。以前我丑，不敢高调，现在我有靠山了，怕什么？他嘴角微勾，没说话，只握紧了我的手。到了顾氏集团大楼，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。看到我进来，不少人都愣住了。有人低声议论，那是苏念，她怎么变这么好看了？顾总带她来开会，这是要让老板娘进公司。听说顾延琛最近在到处说苏念是他让给顾总的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我耳尖微动，看了顾延琛一眼。他坐在长桌的末端，脸色阴沉，显然也听到了那些议论。顾北辰在主位坐下，我坐在他旁边。会议开始后，顾延琛忽然站了起来。小叔，不，顾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目光扫过全场。我今天有一件事要宣布。顾北辰靠近椅背，神色淡淡，说。顾延琛挺了挺胸，我要竞争城东项目的负责人。按照顾氏的规定，项目负责人需要通过3关考核，我愿意接受考核，如果我通过了，希望顾总能给我公平的机会。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，所有人都看向顾北辰。顾北辰没急着说话，修长的手指轻轻敲着桌面。半晌，他开口，可以。顾延琛明显松了口气，但他松得太早了。
顾北辰接着说，不过苏念也会参加考核，你们一起。他是我推荐的故事特别顾问，也有资格竞争。全场哗然。顾延琛脸色骤变，他一个外人。她是我妻子。顾北辰打断他，语气冷峻，顾氏的事就是他的事，怎么怕了？顾延琛咬了咬牙，一屁股坐下，比就比，我就不信他一个乡下来的能懂什么。我心里暗笑，顾延琛啊，顾延琛，你对你前未婚妻的了解真的少得可怜。考核共3关，第1关是分析城东地块的开发方案，并现场做报告。顾延琛早有准备，他拿着一沓厚厚的文件，洋洋洒洒讲了20分钟，从楼盘定位到营销策略，从成本控制到利润预期，说得头头是道。但我知道那套方案漏洞百出。他说完后，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微微一笑，站起来，空着手走到白板前。顾延琛的方案最大的问题在于，他把城东定位为高端住宅区。我用笔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区域示意图，但城东的地块交通拥堵，配套不完善，高端住宅需要的是稀缺资源，比如学区、江景、商圈，城东一个都不占。顾延琛脸色微变。我继续说，城东真正的价值不在住宅，而在物流枢纽。它北临环城高速，东接港口，南边是新兴产业园区。如果在那里打造一个智慧物流中心，不仅能盘活整个地块，还能带动周边产业升级。会议室里有高管开始点头。我转身在白板上写下3个关键词：仓储、冷链、跨境电商。顾氏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，完全可以把这个项目做成区域标杆。至于利润率，物流地产虽然前期投入大，但回报稳定，且可以做成品牌，复制到其他城市。我放下笔，看向顾延琛，这就是我的方案。顾延琛，你服吗？他脸色铁青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全场鸦雀无声。顾北辰看着我，眼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骄傲。他淡淡开口：第1关，苏念胜。顾延琛猛地站起来，这不公平，他肯定提前做了功课。考核方案是我今天早上才定的。顾北辰语气平静，你做了3天，他只想了3分钟。顾延琛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顾延琛僵在原地，脸色涨红如猪肝。我回到座位上，端起茶杯，轻飘飘地补了一句：延琛，以后别随便小看人，尤其别小看女人。第2关考核是实地调研。城东地块情况复杂，涉及拆迁、规划、管线迁移等多个问题。顾北辰要求我和顾延琛各自带队，在3天内提交一份完整的调研报告。顾延琛带了他的狐朋狗友，动作很大，浩浩荡荡开进地块，又是测量，又是拍照，搞得像拍大片。我没带任何人。我一个人穿着平底鞋、白 T 恤、牛仔裤，背着个帆布包就去了。第1天，我走访了地块周边的居民和小商户。第2天，我去了几个已经入驻的物流企业和产业园，跟负责人聊了整整1下午。第3天，我整理了所有数据，写了一份15页的报告。交报告那天，顾延琛又迟到了。他抱着一本厚厚的彩色打印报告，得意洋洋地放在会议桌上。我的报告
请顾总过目。顾北辰翻了2页，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然后他拿起我的报告，越看眼神越亮。我看到他嘴角弯了一下。顾延琛，他合上报告，你这3天都在干什么？顾延琛愣了一下，我实地调研啊。哦，顾北辰把报告转向他，那你说说，地块南侧那片老居民区有多少户人家？拆迁成本多少？居民满意度多少？周边物流企业的空置率是多少？顾延琛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答不上来。他那些数据全是网上抄的。顾北辰冷笑，你连最基本的调研都没做。苏念一个人3天时间走访了47户居民，6家企业，3个物流园，你的团队呢？顾延琛汗都下来了。我坐在一旁，慢悠悠地喝着茶。顾北辰把报告放回我面前，第2关，苏念胜。顾延琛面如死灰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多了一丝惊惧。这个曾经被他嫌弃到骨子里的女人，正在一点点把他踩进泥里。第3关是投资者路演。城东项目需要引进外部资本，我和顾延琛要分别在模拟投资者面前推介自己的方案。模拟投资者由5位顾氏集团资深董事组成，还有几位外部投资人。顾延琛这次拼了，他熬夜准备了 PPT， 还请了专业团队做美工。路演当天，他第一个上台。他讲的慷慨激昂， PPT 做的花团锦簇，但5位董事全程面无表情。轮到我时，我没有用 PPT。 我打开一份朴素的文档，从市场数据讲到财务模型，从风险管控讲到退出机制，每一个数字都经得起推敲，每一个推论都有数据支撑。最后我说，如果这个项目由我负责，3年内我可以让城东物流中心的年营收突破20亿。全场哗然。一位董事问，苏小姐，你凭什么有这个信心？我笑了笑，凭我是青鸾基金的创始人，我经手的项目没有一个亏过。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青鸾基金，那个全球知名的医疗投资机构，创始人居然是他。顾延琛彻底傻了，他看着我，像在看一个怪物。你是青鸾基金的创始人？他声音都在打颤。我看着他，笑容明媚。顾延琛，你以前总说我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其实没错，我确实从乡下来，但我从乡下来，不代表我什么都不懂。我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，哦，对了，你以前总瞧不起的青鸾基金，去年投资回报率300%，够你挥霍几辈子了。顾延琛瘫坐在椅子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5位董事全票通过。第3关，苏念胜。3关全胜，顾北辰当场宣布，城东项目由我负责。顾延琛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但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老太太耳朵里。老太太勃然大怒，她把我叫到顾家老宅，当着所有本家的面拍桌怒喝，苏念，你一个外姓人，凭什么插手顾家的生意，还3关全胜？我看你是给北辰灌了迷魂汤，让他故意放水。我站在客厅中央，神色平静。奶奶，城东项目是我凭实力拿下的，您如果觉得有猫腻，可以找人重新评估我的方案。我看着他，语气不卑不亢。我不怕查。老太太冷笑，好大的口气，
你不过是个小门小户出来的野丫头，能有几分本事，别以为嫁进顾家就能骑在我头上。这时，顾北辰从门外走进来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，5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中山装，气质儒雅。老太太看到他，脸色骤变，猛地站起来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男人微微颔首，递上一份文件：“顾老夫人，我是苏念小姐的委托律师，关于顾家老宅的产权问题，我有几份文件需要和您确认。”老太太瞳孔猛缩，我看着她，慢慢开口：“奶奶，有一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您。这座顾家老宅的土地产权有20%是我的。”老太太的脸色第一次出现了慌乱。“你胡说！”她指着我，手指发颤，“这老宅是顾家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我从律师手里接过一份文件，展开，举起来。“奶奶可还记得顾家老宅当年是从谁手里买下的？”老太太没说话，但眼神明显闪了一下。“我外公。”我说，“我的外公苏敬亭。30年前，顾家老宅所在的这块地有一半是我外公的，顾家想买，我外公只卖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他当做了我母亲的嫁妆。后来我母亲嫁入苏家，这份地产作为遗产由我继承。”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。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。顾延琛张大了嘴，像被雷劈了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这顾家老宅有一半的土地使用权是我的。顾家当年拿不出那么多钱买地，我外公心善，允许顾家先盖房子，但产权始终没有过户。我看向顾北辰，他朝我微微点头。这些年，顾家占着我的地，吃我的红利，却对我母亲和我视而不见。奶奶，您说这账该怎么算？老太太踉跄了一下，跌坐在椅子上。她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敢这么高调。我手里握着顾家的命脉。你想怎么样？老太太声音发颤。我笑了笑，收起文件，不怎么样。我嫁给了北辰，这地自然是顾家的，只要奶奶从今天起不再插手我和北辰的婚姻，不再刁难我苏念，这20%的产权我可以永远不提。老太太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她闭上眼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是我看走了眼。我走到她面前，端端正正地行了个礼。奶奶放心，我苏念虽然记仇，但分得清好坏，北辰对我好，我不会亏待顾家。老太太睁开眼，看着我，目光复杂。许久，她点了点头，罢了，这个家早该交到有本事的人手里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，苏家那边又出了幺蛾子。我的继母赵雅芝和继妹苏菲突然找上门来，他们不知道从哪听说我嫁进了顾家，现在又变漂亮了，立刻像苍蝇一样扑了过来。顾家别墅门口，赵雅芝一见到我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念念，我的好女儿，妈可算找到你了。她张开双臂就要抱我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冷眼看着她。赵雅芝，你搞清楚，你不是我妈，我妈叫苏婉，10年前被你害死了。赵雅芝脸色一僵，眼泪还挂在脸上，看起来滑稽极了。苏菲站在旁边，嫉妒地盯着我的脸，声音阴阳怪气：“哟，苏念，你现在可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这张脸整了不少次吧？花了顾家多少钱？”我还没说话，
身后传来顾北辰的声音。他没整过，倒是苏菲小姐最近在哪家医院做的鼻子，不太自然。苏菲脸色瞬间煞白，下意识捂住鼻子，我差点笑出来。顾北辰走过来，揽住我的肩，看着面前的母女俩，眼神冷得像淬了冰。两位有事？赵雅芝搓了搓手，陪笑。顾总，我们是来看看念念的，她离家这么久，我和她爸都很担心她。她嫁进顾家这么大的事，总该跟家里说一声。她爸说了，聘礼什么的，两家也该坐下来好好谈谈。我听笑了。聘礼？我似笑非笑。赵雅芝，你忘了当年是谁把我赶出家门的？我那时候脸上烂得不成样子。苏菲指着我的鼻子骂怪物，你把我所有的东西扔到门外，说苏家没有我这种丢人现眼的女儿，现在想起来跟我要聘礼了。赵雅芝脸色涨红，你这孩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那都是气话。气话？我打断他，从包里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录音，里面清晰地传出赵雅芝的声音。苏念，你赶紧滚出苏家，你这种丑八怪留在家里只会给苏家丢脸，你爹早就不要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亲妈留给你的那些东西，我已经全卖了，你一分都别想拿。赵雅芝瞬间面如土色，苏菲也慌了。苏念，你居然录音！我收起手机，笑容冷厉。赵雅芝，我不但要录音，还要告你。你对我下毒的事，我已经掌握了证据。今天你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轻易走。我话音刚落，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从别墅里走出来，径直走到赵雅芝面前。赵雅芝女士，你涉嫌投毒、侵占他人财产、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赵雅芝腿一软，差点瘫在地上。苏菲尖叫着去拉她，妈妈，你们不能抓我妈！警察出示了逮捕令。赵雅芝被带走时，还在嘶吼，苏念，你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我站在原地，看着警车远去，慢慢吐出一口浊气。顾北辰站在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。别怕，他说。我摇头，我不怕，我等这一天，等了很多年了。他揽我入怀，低声说，以后没人能再伤害你。我把脸埋进他胸口，轻轻嗯了一声。顾延琛在城东项目失败后，又搞起了小动作。他私自动用顾氏公章，给自己批了一笔3000万的款子，想转移资产，另起炉灶。顾北辰早就防着他，证据确凿。顾北辰将顾延琛叫到顾氏集团会议室，当着所有高管的面，把一沓转账记录和监控截图摔在他面前。顾延琛，你动用了顾氏的公章，私自挪用公款3000万，你是自己滚出顾氏，还是我送你去坐牢？顾延琛双腿一软，差点跪下来。他扑到顾北辰脚边，涕泪横流，小叔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顾北辰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神淡漠。我警告过你，他说，苏念是我的妻子，谁动她，就是动我。你倒好，不仅纠缠她，还在背地里搞小动作。顾延琛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他转身对一旁的保安说，把他的东西收走。从今天起，顾延琛不再是我顾家的人，他的一切关系从顾氏集团除名。顾延琛瘫倒在地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站在门口看着他，心里一片平静。
3年前，他当众说喜欢我；3年来，他无数次羞辱我。3个月前，他把退婚书甩在我脸上；3天前，他还想夺回我，而此刻，他失去了一切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晚上，顾北辰的别墅，我坐在阳台上，看着满城灯火，手里捧着一杯热牛奶。顾北辰走过来，从背后拥住我，下巴搁在我肩上。在想什么？他问。我靠近他怀里，轻声说，在想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会不会活成另一个样子？不许胡说。他手臂收紧，没有如果。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以后也只能是我的。我笑了。顾北辰，你真的很霸道。他低头吻了吻我的耳垂，只对你霸道。我转过身，面对着他。夜色下，他的脸半明半暗，帅得让人心动。顾北辰，我扬起脸，你说，要是有一天我变得比现在更厉害，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？他挑眉，比我厉害更好，那样就没人敢说你是靠我。我忍不住笑，这男人的自信也是没谁了。不过我确实有件事没告诉他，青鸾基金只是我其中的一个身份，我还有一张更深的底牌，但这些留到以后再慢慢揭晓吧。今晚我只想做他的顾太太。我踮起脚，吻上他的唇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扣住我的后颈，加深了这个吻。满城灯火璀璨，映着我们在阳台上相拥的身影，像一幅画，像一场梦。但我知道，一切都是真的。未来还有更多的风浪等着我们，但我不怕了，因为我身边站着的是他。全文完。